给扑克新手的好物推荐，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一台好的电脑、萤幕、椅子，这个新手玩家至少要会的一种软体。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 欢迎收看 EV 教科书。在这个企划当中，我会系统性的整理出大部分扑克玩家在打牌生涯中会遇到的各种情况，透过单元式的内容，让大家在学习扑克这条路上能够更有效率的吸收正确观念。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给扑克新手的好物推荐。今天呢会分成3个面向啊，第一个是硬体，第二个是软体，第3个是扑克教学、扑克学习的部分。那我们就开始。打这个线上扑克呢，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一台好的电脑。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会推荐你一定要有一台桌机，原因是因为相对来说它的效能比较好的时候呢，在后面的学习阶段，我们可能会用到一些电脑软体的辅助。那这个时候呢，用这些电脑软体才不会说电脑跑不动的这个状况。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有一台很不错的桌机。通常你只要能够买到像是电竞等级可以打一些效能比较好一点的电脑游戏，那我觉得就差不多足够了。第一个就是一台好用的电脑。那再来呢，就是萤幕。那萤幕的话有很多种方式去配选我会推荐你可能要买2个。当今天2个萤幕并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同时打线上扑克，然后让这个桌子不会是重叠的。为什么线上扑克桌子重叠跟不重叠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呢？我会强烈建议打线上扑克呢，这个桌子千万不能够叠在一起。因为当你叠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打的桌数比较多，会让你忘记说，前面这一张桌子是翻牌前什么动作，是谁加注的，谁跟注的。如果说你每一次看到这个牌桌，你才在回想翻牌前的动作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耗脑力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会建议呢，每一张扑克的牌桌，如果你打很多桌的话呢，都要用一个并列的方式，让每一张桌子能够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旁边还有一些扑克的大厅，或者是你会看一些 YouTube 或者听一些音乐的话，你有第2个萤幕来辅助你使用的时候呢，相对来讲不会手忙脚乱。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推荐你使用2个萤幕。当然啦，如果说你买一个比较好、解析度比较高，或者是一个比较大的萤幕的时候呢，其实1个萤幕也有可能是足够的所以这取决于你的这个需求。那我会建议是买2个萤幕。第3个重点呢，就是你的椅子。那很多人呢会随便买一个这种一般的椅子或者是一些沙发或者怎么样，但我会强烈的建议，其实呢，你今天要长时间的打线上扑克，你的这个椅子呢一定要坐得舒适舒服，而且是符合你的身形，所以一定是推荐这个人体工学椅。那最好呢是这种透气的，不是这种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会长时间的坐着，所以呢它一定要有很基本的，比如说这个腰靠的功能啦，高低要能够调整让你的双脚能够平站在地面上，然后你的手呢最好是有一些可以支撑的手铐，脖子后面呢最好有一些可以这个靠住脖子的地方，让你的全身都是压力平均分散在这一张椅子上面，让你可以长时间很舒适的坐着。那我觉得这就是一张很好的椅子。如果说你今天的预算有更多的话呢，那我也可以推荐你买一张升降桌。原因是因为当你今天打牌的时间比较长，你可以偶尔用一个站立的模式打牌，又或者说，其实很多人家里它是一个家庭，那可能大家是用同一台电脑。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的桌面高低是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譬如说你可能跟你老婆共用一张电脑桌跟电脑椅，因为我们说了嘛，你要长时间的使用这个东西，那透过这一个升降桌，你可以调整到一个适合你的高度，那同时别人用的时候也可以调整到一个适合它的高度。所以我觉得升降桌的好处就在于说，它可以调整你的姿势，然后也可以根据每个人使用的生理的因素去调整一个最适合你的一个桌子。以前就会随便用一些家里的那种餐桌椅或是干嘛的。当你今天椅子不舒服的时候，不管是你脚踩不到地，或者是姿势不对的时候，你开始就会盘腿啦，然后歪脚翘脚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长时间感觉到自己的腿麻，或者是你会坐不住。如果说你今天的桌子太高，然后你手是一个不自然的状态下，你可能用一下你都觉得还好，但是到后面你就会发现你手很酸手腕很痛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当你今天打线上扑克，你打一天，你发现有一个地方特别不舒服，有可能是你的腰，有可能是你的手，有可能是你的脖子。那根据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其实你就会知道说，它有可能是需要调整的。
有可能是调整你的桌子，有可能调整你的椅子，有可能调整荧幕的高度。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只要经过1个晚上的打牌，如果说你感觉到哪里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寻求协助，看是要更换或者是改变什么东西，让你的这个扑克体验可以变得更好。线上比赛或现场比赛啊，你只要一个姿势不正确或是不舒服，其实你的感受度会非常的强烈，尤其是它的时间很长。所以如果说你只是短暂的，比如用一下电脑看一个影片，其实你用错误的姿势看5分钟、10分钟，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说你用一个错误的姿势或状态进行了10个小时啊，那我觉得这个痛苦的指数会非常的明显。当你感受到不舒服的时候呢，记得就要寻找协助。那因为现在这个大家很喜欢在家里面打扑克哦，就好像以前对不对？这个在家里打麻将都会特别规划一个麻将间。那其实现在扑克很普及的状态下呢，也有很多人考虑，家里是不是可以入手一张扑克桌？那我觉得扑克桌呢，也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选项，尤其是现在不仅是台湾的这个扑克桌很容易定制，甚至连这个 Costco 都有国外进口的扑克桌。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扑克桌的这个主题。那其实扑克桌呢，你从这个网络上啊，不管是一些淘宝啊、PC Home 啊，或者是一些网络购物，其实你都可以找到定制的扑克桌。那比较简略的版本呢，就是这种类似像折叠的。那折叠的话，其实有好处哦，原因是因为它今天不用的时候，它可以折叠收起来，不管是收到仓库啊，或者收到一个空间，让你可以更好摆放。当你今天有要用的时候呢，再拿出来，那我觉得很不错。那这样子的费用呢，都平均落在大约8000到2万之间，取决于这个桌子的质感啊，或者是它的美观程度，或者是一个好坏的状态。那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更好的话呢，国外有这个客制化的扑克桌，它可以根据你需要的人数，譬如说我有看过有4人桌、6人桌、8人桌，甚至像这种感应牌桌、直播桌这种都有。那当然，这样子的桌子的费用呢，可能会从比如说3、4万，甚至是到20-30万都有。那这个取决于你的需求是什么。那像我们家的话呢，我自己在装潢的时候呢，因为我自己有这个扑克桌的需求，所以当时呢，我是特别找了一个家具公司，然后去做了一张。它严格来讲有点像是一个会议桌，因为我们这边本来就是一个有投影幕跟开会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个桌子呢，我特别挑了一个像椭圆形的板型的桌子。那它的好处是它可以定制一个桌面、一个桌布跟一个手铐，所以当我们今天组装起来的时候呢，它就可以从一个会议桌变成一张扑克桌，非常的舒适啊。画面中应该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组装起来的实际上打牌的样子。那我觉得这个桌子呢，是我在定制的时候呢非常满意的一张多功能桌子，它是会议桌，它也是扑克桌，那我非常的喜欢。我记得这一张桌子啊，包括桌面啊，跟这很有设计的这个质感啊，包括这个手铐跟桌布啊，那大约是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14万上下。其实在这个筹码的话，我会觉得有分2种啊。第一种就是如果说你只是朋友家玩的话，那我觉得你去网络上搜寻筹码，就可以根据你的预算买到一个还不错的筹码。那如果说你今天有什么特别的需求，你想要印自己的 logo 的话，网络上也有一些定制的扑克筹码。那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质感比较好，或者是它不会有跟别人冲突。比如说，别人有这个筹码，你有这个筹码，对不对？你搞不好觉得说，你的朋友会不会，对不对，带一样的筹码来跟你玩？有的人会这样担忧啦，所以他希望有一个客制化的筹码。那这样的需求就取决于你可以去网络上根据你要买的面额大小或者是数量，那去找到最适合你的筹码。至于扑克牌的话，我觉得比较入门的方式呢，就直接去买一个纸牌。千万记得不要去那种便利商店买那种10块、20块的因为那种是完全不能够用。我现在讲的纸牌呢，是指的像是这种 Bicycle 啊，或是 B 这2个比较大的扑克厂牌，他们也是很多魔术师爱用的这种特别的材质的纸牌，非常有质感。那这种纸牌的好处原因是因为，如果说今天在游戏牌局中，如果说不小心折损了，其实你换一副扑克牌成本都是非常的低比如说30块、50块。那如果说你今天要用这种，比如说 Copac， 然后这种塑胶牌或者是好一点的扑克牌的话，它一副大约是300到500之间取决于你买的量是多少。那当然，它跟纸牌有一个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它也是有一个致命的要素，就是它今天折损的时候，你可能要替换，就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你不太可能300-500块的牌一次买很多副，所以相对来讲它的成本会比较高，那就取决于你打牌的频率或者你的需求是怎么样去做选购就可以了。好，那电脑软体呢，其实有分非常多种，那我们今天推荐一个这个新手玩家至少要会的一种软体。那这个软体呢，它有很多种名称现在的名称叫做 Poker Ecolab， 那之前的话可能叫 Poker Stove 或者是类似的东西。反正它的最基本的功能呢，它就是可以透过
计算机的概念去知道手牌对上手牌的胜率啊，应该说是赢率有多少。譬如说 AA 对上27，AA 对上 AK， 你有多少的赢率？或者是你可以输入到一个范围，譬如说它是一个5%、10%的范围，对上 AA 的赢率有多少？甚至是你可以输入翻牌、转牌到合牌，整体的范围赢率是多少？那它这样子可以训练玩家对于扑克有一个很明确的牌感，知道说，如果它是对子，那我的赢率有多少？如果它是什么样的高牌，我的赢率有多少？如果我是一个同花听牌，我的赢率有多少？所以它可以让扑克玩家很有概念的知道说，如果它是顶对，我是2个高牌，我有多少赢率，会让你知道说你要怎么样进行这一手牌，可能潜在的状况会是怎么样。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扑克玩家一定会知道，也一定要会用的第一个软体。那如果说你更进阶的话呢，譬如说一个职业扑克牌手会用的软体有哪些？那我觉得它大概可以分成2种，一种是翻牌前，一种是翻牌后。那譬如说有一些网页的版本呢，它有结合2个功能，像是这个最热门的这个 GTO Wizard 啊，就是结合了翻牌后跟翻牌前的东西。那如果说像我以前如果要学翻牌前的东西的话，可能会是这个 ICMizer 或者是这个 Hold'em Source Calculator HRC。那如果说是翻牌后的东西的话，可能会是像这个 Peel Solver 啊，或者是 Simple Three Way 翻牌后的策略的一个 GTO 的预设策略，那有可能是3人底池啊，像这个 Simple Three Way。那当然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类似的软体，但我刚刚讲的这几个大概是市面上最常见、最多人使用的一个软体。那实际上的使用方式呢，我们之后可能会根据不同的主题再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好，那我觉得学习管道有分蛮多种啊。简单来讲，我觉得大概可以分成4种。第一种的话，当然最明确的就是我那个年代在扑克资源最匮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看一些叫做扑克书籍。那扑克书籍的缺点就是它只有英文的，而且大部分都是原文，就是美国的玩家或者是美国的作者，所以那样的书其实第一个它的年代都很久远。那以现在的扑克的环境来说，它可能有点过时。那当然它还是有很多很好的理论，比如说 Mathematics for Poker， 就是扑克的数学啊经典啊，或者是有一些 GTO 的或者是锦标赛的策略，它是用一个文字的方式让你去学习你的扑克知识。虽然说现在它有点过时，但是它也是一种方式，那我觉得不错。第二种呢是这个扑克的线上教学平台。其实扑克线上教学平台有非常多那以前呢我们在网络上观看的，现在还有的可能会是这个 Running Once。那 Running Once 它的特色呢是它有非常多的这个教练群，然后它的游戏种类也非常的多。除了德州扑克之外呢，还有各式各样的扑克游戏，你都可以找到不同的游戏类型跟不同的买入级别或者是不同的主题。那我觉得它可以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然后它也是一种订阅制的方式，然后它有2种付费管道，一种是比较贵的，一种是比较便宜的。那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选择一个你最需要的一个方案。那当然，如果说你对于英文有一个距离感，或者是你非常喜欢我的话呢，我们也有做这个翻牌前的课程。最主要呢，就是透过我自己的10几年的经验，然后结合翻牌前的一个范围，让你知道说德州扑克怎么样在翻牌前透过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可以让你的 EV 最大化。那第3个呢是找扑克教练。那其实扑克教练是一个这4个选项中，我觉得成本最高，然后可能一般大众没有这样的需求。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是因为扑克教练呢，其实就是一个1对1的方式，当然也有1对多啊。但我现在讲的是1对1的扑克教学。教练呢，他可以当你的导师，这个教练他的程度到哪里啊，他就有机会把你带到这样子的高度。所以你要找扑克教练的时候呢，我觉得最明确的就是你要知道这一个扑克教练他到底有什么成就，你希不希望跟他一样？那如果说你希望是的话，他就有资格成为你的扑克教练。那我觉得它的成本会比较高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是1对1，那相对来讲你付出的这个成本绝对会比你买线上课程或者是买书来的多，而且多非常多。所以这个你就要考虑到就是你的这个成本到底有没有符合你的需求。那如果说你很有钱或者你有这个需求的话呢，我认为扑克教练绝对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那第4个呢是我觉得 CP 值最好某种程度上是最好的一个叫做扑克交流群或者讨论群。
那其实在国内外呢，有非常多的像是这种战队成员啦，或者是一个讨论群、交流群。那我自己也有，不管是我的战队成员，或者是我的讨论群、交流群的学生都非常的多。那我觉得好处是什么？好处是你今天对于扑克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呢，你到这个地方，你可以认识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啊，都对扑克有兴趣。不同的游戏类型，不管是现金桌、锦标赛，或者是不同的买入区间，其实每个人互相交流的时候呢，会让你知道说每一个人的想法、出发点是什么。透过一个跟人家讨论的方式，会让你觉得说，你一个人在打牌会觉得有点无聊，但是透过一个多人的互动，会让你学习的这个流程觉得比较有趣一点，就像去健身一样嘛，对不对？你跟朋友一起去健身，你会更有动力的去健身房。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状况，原因是因为这个学习它是需要持之以恒的。如果你中途因为你懒，没有人揪你去，或者你放弃了，其实很有可能就再也没有学习了。当你今天有这个伴的时候呢，学习会变得更有趣。再来就是你今天一起去。不管是现场打比赛，甚至是出国打比赛，你都可以找到一群朋友跟你一起去。那我觉得以结伴同行，尤其是有些国家不是这么安全，都会让你整趟的旅程变得是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愉快。这也是这个扑克交流群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找到更多的朋友来一起进行扑克这个游戏，甚至是一起讨论扑克。那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方式。好，那我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看过非常多的线上课程啊，基本上我到现在都还有在看世界上各式各样的线上课程。在我看这么多课程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大部分的课程呢，在翻牌前的范围呢，它只会给一个所谓的 GTO 的策略。但是呢，他却忽略了，实际上我们在牌局对决之中，我们的对手都是活生生的人，所以根据经验来做一个调整，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跟方向。那我的翻牌前课程最大的特色呢，就是这一些范围不只是比 GTO 的策略还要好，原因是因为它会根据我实际上的实战，都是我实际上在用的范围。然后呢，我也加入了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当今天在中后卫的时候呢，会根据玩家自身的技术来做一个选择。那我给的这些翻牌前的范围呢，都是独一无二，而且市面上没有人这样子编辑。那我在课程里面都有做一个很详细的介绍，为什么有些手牌我会建议直接的全下，为什么有些手牌可以考虑加注，它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原因是什么，那如何做出选择，都是根据我的经验判断，然后来告诉你说，如果你的自身技术是在什么样的阶段，你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决策。那实际上呢，这一些翻牌前的范围呢，也都是我在世界上各地打比赛或者是现场或线上都会使用的一套逻辑，所以我绝对不会说我自己不用这一套，那我卖这一套的课程绝对不会。实际上我就是遵照这一套逻辑在使用。那我觉得翻牌前的东西呢，也绝对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很多课程它其实没有着重在翻牌前，它反而是一个什么都讲，什么都有。但是你要知道的是，翻牌前就是一个扑克一开始最重要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当你今天做好了这件最重要的根基，一个基底做好的时候，你后面的发展才会是一个顺利的。当你今天翻牌前的问题根基没有打得这么稳，你都不确定，甚至是你没有打一个对的范围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后面的错误都是来自于翻牌前的错误。那我会觉得说，我的课程优势是结合了GTO 的策略，再加上我这10几年的经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套课程。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说你也认为有什么扑克好物我今天没有提到的话，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你觉得的扑克好物还有什么。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赞。我是小 P，大家拜拜。